皇太后娘娘，如今皇儿已经及官，看来我们想一块儿去了，都备了薄酒庆祝。为了皇儿能在那龙椅上坐稳，这几年，哀家确实没少受王爷的关照。当初太后委身本王时，可比现在温顺得多。如今皇儿及官了，太后便觉得不需要本王了。王爷权倾朝野，皇儿及官，今日终于收回了最后一份兵符。哀家备下这杯薄酒，不仅是为了庆祝皇儿及冠，也是为了谢王爷这10年的鼎力相助。这天下是他的，可这后宫终究是本王与你的。你若想本王死，本王自然是愿意的，但你也下了毒？本王早就知道你这心是毒的，要死一起死，死了正好一起投胎。这辈子、下辈子，你都别想甩掉我。郑姑娘，郑姑娘，公公把那凤纹玉佩呈上来了。太子殿下今日定是要在这宫宴上把这唯一的信物交与心仪之人了。放眼这满殿，除了郑家的千金，谁还能入皇后的眼？我重生了，回到了太子选妃的这一天。上一世我呕心沥血当了这老狮子太后，最后却死于毒酒和疯子之手。请太子殿下择选。这一世，谁爱当谁当。今日这玉佩，姑想。李林，你真正想给的人从来不是我，宋秀妍才是上一世与你同生共死、刻进心底的人。你这是？殿下，您要选的是相伴一生之人，选错了，便要委屈心爱之人一生难偿所愿，请您三思。殿下，你瞧殿下那神色，竟然瞧宋家那位瞧得发了愣。难道这原本内定的姻缘要变了？不过咱这位郑千金倒是大方，竟然主动让位。小姐，快接啊！您这贤名在外，那是皇后娘娘早就定下的太子妃。听说郑家的女儿最是贤良淑德，哪怕太子日后纳多少妃子，都不会说个不。贤明有什么用？你瞧太子殿下看她的眼神，冷得像冰，哪里有半点情分？是啊，太子确实不喜我。殿下，良缘在前，莫要错过了。宋姑娘，太子，你可知你在做什么？郑家千金贤名在外，是你父皇与姑早就定下的。母后，若无请意，何来加往？臣女叩见娘娘。母后，宋姑娘是儿臣心仪之人，儿臣只想选她为太子妃，求母后成全。太子殿下疯了吗？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为了一个宋家千金，竟然驳了娘娘的意。郑家那位可是内定的正宫，这不仅是拒婚，这是在打皇后的脸啊！都退下吧。姑娘，咱们真就这么走了？娘娘留下他们定是要动怒的。您这时候要是去求个情，说不定还有转机。转机？他选了他心仪的人，我得了我想要的自在，这是最好的结局。你就不难受吗？本该是你的太子妃之位，硬生生被宋秀妍抢了。我输给你也就罢了，输给他算什么？上一世赵西石是另一位太子侧妃。西石，李林已经走了，你才20出头，大可回家去，寻个好人家改嫁了。
没必要在这冷宫里耗一辈子。改嫁！我乃东宫侧妃，一生都是皇家的人，志在做一名贤妃，史书留名。我绝不会让自己德行有亏，玷污李家门楣，还恳请皇后娘娘准许妾身去玉皇寺为先皇守节。后来我成了太后，再去玉皇寺祈福时，你听说宫外传的闲话了吗？摄政王近些日子频频出入后宫，众人都说他是为了太后娘娘。阿弥陀佛，竟有这等造物之事！观音，那些风言风语，后宫安扎之辈乱嚼的那些舌根，是不是真的？若你说是，我绝不怪你，还会想法子助你。皇儿年幼，朝堂势力盘根错节，哀家若不拉拢李坤，这孤儿寡母哪有活路？拉拢？用你的身子去拉拢？郑兴一，你怎么变成这样？如今前朝势力倾压，我与皇儿已被架空，我需要你的支持。茵茵，我不图名，不图利，我要的从来只有你。依依，你好香。西施，佛门清净地，容不得此等糟污之事。你走吧，日后不必再来。太后娘娘，太后娘娘，这是慧净师在佛前供奉多年的平安符，特意送您的。太子妃之位，太子说了算。你若不想屈居宋姑娘之下，便为自己另做打算。你不嫁太子了吗？不嫁了。殿下，这是太子妃亲手熬的。勒着吧，太子妃辛苦打理东宫不易，早些歇息。谢殿下关心，臣妾身为正妻，这都是分内之事。前世我与李林的相处称得上相敬如宾，他是克制金贵的太子，我是贤良淑德的太子妃。我以为他天生就是这样没温情的人。素莹，乔姑带回了什么？直到宋秀莹被纳入东宫，这是南院开的最早的一支。殿下怎么连这也留心？殿下对宋侧妃真是上心，哪怕身边的一草一木都要带回来。这长春阁当真是四季长春。原来他也是会留心这些琐碎的。于是我这个太子正妃独守空房，成为了东宫摆设，直到李陵继位。母后，秀莹与朕同生共死多年，朕继位第一件事便是立她为皇贵妃。皇帝，你要当情种，哀家不管；但你要拿江山来当聘礼，哀家不允。哀家给你两个选择：立宋秀妍为皇贵妃可以，但宋家3代不得科举，永绝仕途。母后，或者只封她为简妃，宋家一切如常。娘娘，如今外头人人都在恭喜您，说陛下终于清醒了，可不嘛？立宋侧妃为皇贵妃，要断宋家3代前坟，陛下当场就拒了，只封了个简妃。这说明在陛下心里还是您更重。更重？难道不是吗？陛下这分明是回心转意，不想让宋家势大威胁到娘娘您的位子。他分明是太为宋秀莹着想了。他知道宋家权势滔天，指日可待，他是在用这种方式保全宋家的仕途，好为日后废后铺路。娘娘，不好了！陛下与宋娘娘微服私访遇刺，二人双双殒命。什么？有刺客护驾！莹莹，陛下在林间突遇刺客埋伏，寡不敌众，宋娘娘扑身替陛下挡箭，可还是没能保住二人性命。那个妖女死了也要拉着我的皇儿陪葬。娘娘息怒，宋侧妃好歹是为陛下挡了箭。挡箭！若不是他蛊惑皇帝微服私访，皇帝怎会丢了性命？哀家恨毒了他。传哀家旨意，宋家全族抄家流放，永世不得入京。给哀家查，将那些刺客余孽全杀了，一个不留。太后娘娘，观音，哀家看不到了。你这一胎一定要是儿子，必须是儿子。母后，太医看过了，腹中的是儿子，儿臣会辅佐他登基，做一个好皇帝。您放心去吧。娘娘，是位公主。公主，
本宫生的是嫡皇子。奴婢明白，皇儿，这是整个皇宫的秘密，本宫定会护好你的。小姐，你还好吗？今日你也看到了，太子喜欢的是宋姑娘，即便我成了太子妃，也不会改变他的心意。我又何必将自己困在那方寸东宫？可那是太子，权力吗？那滋味或许并不好尝，只会让人心力交瘁罢了。大少爷，使不得！那可是东宫太子，一提剑前去是要犯下大不敬之罪的。大不敬又如何？李林那小子当初是如何向观音许诺的？如今甚至跟皇后娘娘唱反调，他将我妹妹置于何地？我今日若不替妹妹讨个公道，我便不配做这郑家的长子。哥哥，妹妹，你别怕，哥哥就算拼了这颗项上人头，也定要让他给你个交代。哥哥，太子弑君，太子已经为了宋熙龄与皇后娘娘生了嫌隙，你作为他的好兄弟，此时再去逼他，只会让他更难受。再者，我不愿嫁太子了。为什么？你自小就心仪太子，为了他你受了多少委屈？你若不嫁他，日后要如何自处？哥哥，他就像一个美丽的梦境，只能在梦里出现，可在现实里，他是活生生的人，样样都凌驾于我之上。我是要变成他希望的模样，才能让他对我保持尊重。这样的日子太累了，所以我不喜欢李林了。在知道他有心上人之后，就不喜欢了。哥哥，你知道他喜欢宋姑娘吗？不知。我想也是，他一直藏得很好。早些看清也好，天下优秀儿郎众多，往后我们换个更好的。对了，哥哥，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我的婚嫁，而是陛下的身体。陛下正值壮年，龙体安康，有何不妥？哥哥，你别问了，听我的，替我去把那位专门医治心疾的名医找来。心疾名医？妹妹，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前几日，皇后娘娘邀我去御花园赏花，我无意间听见陛下的症状和我前几日看的医书中一种名叫心疾的病一样，我才托人打听说江南有位医者专治心病。还有此事？前世陛下突发心疾，趴在桌案上驾崩，连句遗言都没留下。陛下与李林都去得太早，那段时日，我背上了克夫的恶毒骂名。娘娘，垂帘听政虽是祖制，但国库吃紧，北疆军饷一事，妇人家终究难做决断。依臣之见，不如交由摄政王全权处理。是啊，娘娘，朝堂诡谲，利益纠葛深重，您终日在后宫，怕是听不懂臣等话里的深意。纵览史书，哪个站在众人之巅的女子没有挨过骂？他们越是骂你，越说明你拦了他们的路。你若挺不住，自己倒下去了，那说明你不过是他们的踏脚石。但你要是变成一座高山，他们就不得不赞颂你，绕着你走。观音，你可要对得起你的名字。本宫确实身处后宫，但也听得懂何为国之根本。军饷一事，干系重大，谁若想借此中饱私囊，本宫绝不姑息。太后娘娘方才朝堂之上好生威风，本摄政观音，心跳为何如此快？李坤，来人，传太医。王爷，娘娘所得乃是和已故太上皇同源的心悸顽疾，常年忧思郁结，气血大飞。微臣斗胆直言，若是调理不妥，恐寿数堪亡。太后娘娘，您总算醒过来了。这是怎么了？太医诊出您患上了先帝遗留的心悸旧疾。心悸？但娘娘放宽心，江南有位专治心悸的隐士名医，摄政王爷亲带千兵，连夜动身远赴江南去寻访了。李坤，一别数日，太后娘娘莫不是惦记我了？娘娘，此药可暂时压制心疾，但您切记，切不可再忧思过度，必须早睡早起，按时歇息，否则药石无益。李坤，睡吧，姑，明日再来看你。有时我觉得他对我有一点真心，我们就这样有时燕走，有时遗憾的纠缠了20年。观音，观音，你还好吗？哥哥，陛下他必须活着。
妹妹，你为何如此执着于陛下的生死？陛下是一位明君，他活着便能震慑住蠢蠢欲动的朝堂，安稳住底下的民心。他若在，后续的许多叛乱争斗便根本不会发生。我明白了，妹妹，我这便启程。哥哥，那位名医有些脾性，隐于江南市井之中，他平生最恨权贵相逼，你此去只能求万万不可动用武力逼迫。妹妹放心，哥哥知道分寸。郑家虽是武将出身，但礼贤下士的道理我懂得。哥哥此去务必速战速决。好，事不宜迟，我这便去向军中请假，快马加鞭赶往江南。李林宋秀莹这一世没有了皇帝驾崩、朝堂大乱的奇迹，我倒要看看你们的深情还能在这深宫里掀起多大的风浪。公孙老儿处处在朝堂上与我作对，这新政乃是利国利民之举，他偏要横加阻拦，简直是冥顽不灵。爹爹，先喝口茶消消火。观音，你身在闺阁不懂，朝中局势动荡，爹爹与那公孙老儿为了这新政，已是互相攻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爹爹，女儿正因懂得才来劝您。新政虽好，可您是否想过，若这刀子磨得太紧，伤得最深的反而是我们郑家。你这是何意？前世我成为太后，爹爹在前朝刚开的确是占了上风的，可爬得越高，摔得越惨。爹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今底下的地方官员为了讨好你，推行新政时手段必定会急功近利、强硬粗暴。一旦新政在民间变了样，造成百姓伤亡，公孙家便会死死抓住这个把柄。到时候御史弹劾，群臣激愤，陛下为了平息民怨，只能将您免官，赋闲家中。这怎么可能？他们焉敢如此？一个好的政策传到民间的时候，往往已经被贪官污吏区变得面目全非了。观音，这些前朝新政的流弊与关窍，你究竟是如何知道的这般清楚？难道是太子在私底下对你说了什么？不是太子，太子如今满心眼眼都是宋姑娘，哪有闲心与女儿谈论这些利国利民的国策？那你如何得知？这等大局观，绝非寻常后宅女子能看透。不是太子，是女儿做了一个梦。梦？女儿做了一个极其漫长、长达数十载的梦。梦里，女儿嫁入了东宫，后来做了皇后，最后成了太后。我将前世长达数十年被牵扯进前朝的所有证据变换，假作梦境说了出来。观音，若是这梦当真，你不入东宫也是好的。后宫不能干政，可你这般经世之才，若是女子能做官，那该有多好。怎么了，太后娘娘？何苦动气？气坏了身子不知道？还能为何？如今宫外你我的流言蜚语传得满城皆知，世间人言纷纷，本就堵不住，更何况旁人说的，倒也不算错。太后娘娘，郑夫人前来求见。王爷。我儿，我苦命的儿啊！你是吃了很多苦，遭了天大的罪了。娘，女儿不苦，怎么不苦？一个人在冰冷孤寂的深宫里，前朝那些老狐狸个个如狼似虎。我的观音，以前最是怕疼，怎么受得住那些明枪暗箭？娘亲只字不提那些难看的风流艳事。我儿是个好娘亲，当今陛下有你，是她的福气。我知道一个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会做出什么，所以观音，你护着陛下，我便护着你。可是娘，所有人都在背后戳女儿的脊梁骨，说我不守妇道。谁敢胡说？谁敢编排我儿？老娘便端起太后之母的架势，剥了他们的皮。但凡有命妇在私底下对你不敬、散播谣言的，我便该罚的罚，该打的打。那时娘亲真的替我压下了一阵子流言。娘娘，咱们是几十年的手帕交了，有些话臣妇不得不说。人的身子绝不可能一下子就垮了，您这身子怕是积郁成疾，藏了隐隐之症。本宫宫里的太医瞧来瞧去，总是做那几句了，却不见半点起色。娘娘，这是臣妇从民间遍访寻来的女医，臣妇人之恭敬森严，不敢疏忽。这女医在臣妇身上试了数遍，医术确实神茂，这才敢带进宫来见你。难为你到了这个关头，还事事为本宫筹谋。
观音也来了，过来让本宫看看。可惜了，你是本宫最中意的太子妃人选，是臣女没有福气。不是你没福气，是太子没福气。娘娘，还是先请大夫为您诊治身体要紧。臣女不便在此叨扰，先行告退。你听说了吗？今儿个太子殿下又带那宋姑娘进宫了，正跪在御花园里，想要求见娘娘呢。求见有什么用？谁不知道娘娘最是不喜那宋姑娘？纵使太子殿下喜欢，可自古婚嫁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一个没身份的庶女，也想攀高枝？果然小姐的好，众人都看在眼里呢。我不过是觉得可笑罢了。太子与宋姑娘深陷情爱之中，在世俗规矩与一己偏爱里反复拉扯，苦苦挣扎，实在荒唐。小姐，我并非恼羞成怒，如今我早已看得明白，情爱说到底不过是镜花水月，虚幻一场。唯有好好活着，手握实权，才是最真切的东西。郑姑娘，宋姑娘，有事？你既然有意成全我与太子，为何还要如此？我怎么了？皇后娘娘本就不喜我，你时时伴在娘娘身边，她总会拿你我相交，只会越发厌钱我。我与太子的可能便更渺茫了。你嘴上说着成全，行事却截然相反，未免太过口是心非。你觉得我好，你直记我，是又怎样？我就是致敬你。你家世显赫，貌美有才，人人都夸赞你，人人都觉得我不如你，可那又如何？太子殿下喜欢的是我，我也心悦他，我们两情相悦，爱情从不论先来后到、财富权势。你若真心想成全我们，便该彻底抽身，而不是打着成全的名义做着相悖的事。谢谢你的夸赞，我很喜欢。什么？不过我入宫是为了皇后娘娘，不是为了你与太子。你不必时时以自己为中心，以为我的一举一动都要与你们有关。我做事只是出于自己的本心。你说的很对，情至一字，不讲财富地位、身份才貌，不是最漂亮优秀的人才应该理所当然的得到一切。丑孩子也该获得自己的爱，若无人爱，也能自己爱自己。我也的确成全了你与太子殿下，但谁告诉你我要一直成全你？谁给过你这样的承诺与错觉？我成全你一次过与太子殿下是出于良知，其他时候我只是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和欲望委屈自己。我来宫中只是想来，只要皇后娘娘不嫌弃我，我就会一直来，不管你是否乐意。因为皇后娘娘在我心中的分量重过你的情情爱爱，重过你与太子殿下的喜怒哀乐。你若想讨皇后欢心，不如做点实事去关心她，而不是毫无本事却死缠烂打，以为凭一片痴心就能感天动地，那与一个男人一无所有却死缠烂打，想凭一张嘴骗女子吃苦，毫无差别。你该想想自己真正能做哪些事情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太子妃，而不是毫无太子妃的本事却硬要做那个位置，那样只会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这是我们第一次说话，也希望是最后一次说话。宋姑娘，言尽于此，希望我们彼此都留些体面。臣女见过皇后娘娘，见过太子殿下，见过景王殿下。这些日子你的孝心本宫看到了。本宫不喜你，是因为你的做派与宫中曾经一位宠妃极为相似，以为有陛下宠爱便可无法无天。那样的女子做个宠妃尚可，却不配做太子妃。太子妃需心有家国，担得起重任，而非整日围着情爱打转。你真是个好孩子，性子沉稳懂事，活脱脱像本宫的亲生女儿。不如本宫认你做义女。母后，母后，儿臣心悦郑姑娘，此生非她不娶，求母后恩准，赐儿臣与郑姑娘婚事。该来的终究躲不过，上一世的孽缘，这一世竟来得这么早。观音，你作何想？启禀皇后娘娘，臣女没做什么于家国有利之事，不配享公主尊位，占公主的俸禄。臣女也对景王无意，并不愿嫁景王为妻。臣女只想找一个心仪之人，过些柴米油盐的平淡日子，请娘娘恕罪。都散了吧。看在你母亲带来医女诊治本宫有功的份上，本宫许你婚嫁自便。夫人，可否允我与令爱谈一谈？
抱歉，今日贸然求婚，太过唐突，但我是真心的，我是真的心悦你，你心悦我什么？但凡说得出，我尽数改掉便是。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心悦吗？你能为了心悦之人做到什么程度？你还知不知道，若我不心悦你，你做什么都是错的。哪怕是把心掏出来给我，我也只会嫌你的心太过血肉模糊，吓到了我。一个人的心悦可以默默无闻，那叫暗恋，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是一个人的惊涛骇浪，这种尚且算可爱。若一个人心悦一个姑娘，嚷嚷的到处都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却不肯付出一丝一毫的行动，那叫虚伪自私，伪装深情。但以上也算人之常情，最令人讨厌的便是你这种。你没有问过我是否喜欢你，便求皇后娘娘为你赐婚，幸而皇后娘娘英明玄武，知道女儿家的心意不可强求，问了我的意见。若娘娘不问呢？若娘娘当场赐婚呢？我是否就要盲婚哑嫁的嫁给你？不管你是否品行卑劣，是否另有所爱，是否另有所图，我也是家里娇宠着长大的女儿，通晓史书，知书达理，样样出类拔萃。我难道就不配有自己的想法，不配被尊重，不配有心仪之人，不配与人两情相悦？难道就要像个物件一样被你予取予求？我没有把你当物件。你什么都没做，就敢向皇后求娶我，还敢说心悦我？你若真心灭我，就该先问我是否心悦你。若你只想求娶我，就不必打着心悦我的名号，让我以为你真有一颗真心。这些话在我心里积攒了很多年，上一世为了皇儿不得不与他虚与委蛇，这一世我不想再与他有任何关系。你说摄政王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娘娘，人难得糊涂，您若事事都想得那么真，便是难为自己。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的聪明人呢？大部分都是糊涂虫罢了。就看这宫里的宫女也分3、6、9等，有些糊涂的坑了自己人都不知道，有些想作恶还没做就被人看出来了。但把所有宫女都换成聪明人也不行，聪明人之间会互相算计，谁也不服谁。摄政王有时是恶劣了些，但他明知陛下的状况，却没有生异心，奴婢觉得这就足够。是啊，李坤从很早之前就知晓最大的秘密。不好，皇儿，他发现了，他发现皇儿是个女儿，他。我只是想着帮孩子换块尿布，不会做任何事。不必劳烦王爷，我自己来就好。我真恨死了李莲，恨着天下之大，我好像无处藏身，连自己的寝宫都让我不能安眠。我为何这般软弱，偏偏要在他面前落下眼泪？孩子这几日身子不适，夜里总爱闹觉，唯有待在我身边，才能睡得安稳。你安心睡下吧，有我在，我替你照看孩子。我怎么敢睡？母后向来待我恩重如山，我纵然再无情无义，也绝不会伤害她的亲孙儿。他是皇兄留在这世间唯一的血脉，我会护他周全的。多谢摄政王。叫我李坤。李坤，多谢。郑香音，你就不该嫁给先帝。若你嫁给我，我们的孩子也该这么大了。他的话让我疑心更重。后来我借生辰给他下了绝子药，他病好后看我的眼神让我时时恐惧，我以为他发现了，他却只是将我折腾得更凶。李坤，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你。然后告诉他，他和先帝都不配。谁能知道20年都熬过来了，最后竟被毒酒害死。这一世谁也不要再搭理谁，最好老死不相往来。臣弟参见陛下，此人是臣弟远赴江南寻来的名医，特地入宫为陛下诊病调理。
陛下此番心重之症由来已久，积下病根，臣有十足把握医治痊愈，只是需要慢慢调养，不可急于一时。此话当真？草民愿以自身性命担保，绝无半句虚言。郑家子弟忠心可嘉，你做得很好。臣不敢居功，此番皆是家妹叮嘱安排。朕心中明白，郑家那姑娘聪慧通透，实在难得。郑姑娘，此前您设法寻来名医为陛下调理身子，皇后娘娘一直记挂着，早就盼着能见您一面了。此番多亏你兄长奔波寻医，算是救了陛下一命。如今我日日督促陛下调养作息，还陪着他一同练习五禽器，身子日渐康健了。能为宫中尽一份力，本就是臣女分内之事。见陛下龙体健安，臣女心中也踏实了。你心里想要什么赏赐，尽管同本宫说。臣女一无所求，什么都不想要。你这孩子越是无欲无求，本宫便越是要好好赏你。本宫封你为郡主吧，一辈子都为你撑腰。你虽非本宫亲生，在本宫心里早已胜似亲生女儿。臣女谢娘娘隆恩恩典。本宫心里看得透彻。当初你主动退让成全太子与宋秀妍，并非是你不愿做太子妃，而是你早已看清太子的心底自始至终都没有你的位置。你心思太过通透，事事看得明明白白，这般性子平日里反倒最容易活得辛苦难熬。纵然辛苦，但好歹活得清醒，绝不糊涂。对了，明日便是长公主设下的宴席，你也一同前去。借着这场宴会，帮你相看门第相当的好儿郎，本宫都可为你安排。郑姑娘，太子殿下有请，还请姑娘移步园中凉亭一叙。宋姑娘也同在庭内。我陪你一道过去，我怕太子当众为难你。有我在一旁，他总归要顾及颜面，不敢太过放肆。赵姑娘既来了也好，不妨一同坐下听听。观音，那日母后所言句句在理，这几日姑与莹莹仔细思想清楚了，她心性太过单纯，整日只重情爱，确实担不起太子妃一职。你素来识大体顾大局，沉稳通透，唯有你才最适合坐稳太子妃之位。此事姑早已和莹莹商议妥当，往后姑定会敬重你，给你正妻该有的所有体面与尊荣。莹莹也会事事以你为先，安分守己，约束自身言行。不知你心意如何？郑姑娘，那日你对我说的那些话，起初我听着心里着实难受刺耳，可静下心思索数日，我才幡然醒悟，我的确眼界狭隘，心胸不足，根本扛不起太子妃上的重担与责任。如今真心诚意恳请入主东宫做太子妃，我心甘情愿，毫无半点怨言。你若是依旧不信我的心思，我便以性命起誓，往后我若是有半分不敬重你，冒犯你的心思，便叫我太子殿下、宋姑娘，二位鳖是心善之人，承蒙你们这般看重我，我心中十分感激。只是你们这般相处相待的情谊，落在我眼里，实在太过可笑了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自然知晓，你们商议让我做太子妃，是深思熟虑过后的决定，也算得上是一番真心实意。可我凭什么要入东宫，事事周全打理，替你们收拾残局，做你们二人情爱之间的老妈子呢？郑姑娘，我从未有过这般想法。我知晓，所以我并未心生恼怒，我只是觉得我也是堂堂女子，往后余生只想好好为自己活一场，还望你们不要靠着牺牲庞山来圆满你们二人的儿女情长。你口口声声心悦太子，可你连为他收敛信性撑起东宫家业的勇气都没有，这般情谊实在太过轻飘飘，没有半分分量。太子殿下，您的情谊就这般浅薄吗？倘若宋姑娘褪去如今温婉模样，变得沉稳持家，您便不再倾心于她了。人终究都会变的，她终有一日会年华老去，两鬓染霜，容颜不在，日后生儿育女，身上也难免留下岁月痕迹。到了那时，殿下又当如何？转头去偏爱更年轻貌美的女子吗？若是这般，二位倒不必将这份情谊看得如此笃定，免得往后回首相望，只剩满心痛楚与无尽遗憾。我的心意与想法，二位已然尽数知晓，我便先行告退了。
观音，你也太会说了，再多说几句这般通透话，我最爱听这些了。往后常来我府中做客，你想听什么，我便慢慢说与你听。这上面是京都各家儿郎的情况，你为何特意将这个拿给我？终身大事，自然该由我这个好友帮你把把关。我早打探过名次上各家儿郎的品行心性，你回去仔细看一看。观音，你待我实在太好了。我当了20年太后，太清楚那些儿郎的德行，这一世我定要让他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你瞧瞧这位太常寺卿家的大郎，此人满腹才华，往日接待外邦使臣之时，举止从容，尽显我朝风范。而且他心性良善，重情重义，平日静心修心养性，是个难得的良人。你若是有意，便多留意一二，往后缘分深浅，便顺其自然，各凭造化。我知道了，多谢观音。天色不早，我先回府，回去一定好好翻看。景王殿下好威风，竟这般欺负我府上的车夫。我只是在此处等你而已。我自然知晓，我只是让你好好记住，何谓我不心悦你，你做什么便是错处。大胆，速速下去！我偏不下去。平日里你胆子可比这大多了，连本王都敢直言训斥。要踹便往这里踹，索性踹死我算了。简直下流！你打也打过了，如今总能告诉我，你为何这般处处厌烦我？莫非仅仅是因为我未曾提前问过你的心意，就贸然向母后求赐婚吗？那日我实在心急，我唯恐母后当真认你做义女，往后我便再也没有靠近你的机会。我承认那日行事鲁莽有错，可在此之前，我从不知这般做法会惹你如此反感。如今你点名过错，我尽数都改。我真心想要认认真真追求于你，可你自始至终，连一丝机会都不肯留给我。我并没有。你分明就是有。方才宴席之上，你对待别家世家公子皆是温和有礼，唯独面对我句句带着火气。我究竟何处得罪了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是看中我曾与太子定下婚约，娶了我便能让太子难堪，还是看中我父亲深得陛下重用，迎娶我便能借着郑家之事稳固自身地位，得到朝堂更多看重？郑归燕，在你眼中我竟是这般卑劣之人。我喜欢你，为何就不能是简简单单心生爱识，非要掺杂这些权力算计？20年相伴，当真只有算计吗？太后娘娘，好好看看你一手扶持的皇帝，如今刚攒下几分势力，便敢暗中派遣刺客前来取我性命。我害怕极了，我怕他一怒之下揭开皇儿是女子的身份，更怕他一怒之下造反废皇帝。说到底，这也是你亲手教出来的，你悉心栽培，才养出他这般野心。倘若往日你待他严苛几分，他又怎敢如此胆大无畏？我呕心沥血，手把手教他打理朝政，才让他稳稳坐上这皇位。到头来，他便是这般报答我的。皇儿，上前给皇叔赔罪。你先出去，我要与陛下单独说话。你不必惊慌，我曾立下誓言，绝不会伤他。娘，您先在外等候吧，皇叔不会害我的。你方才同他说了些什么？郑光阴，我这一生真是倒霉透顶，偏偏遇上了你。你嘴上说着场面话，心里却从来没有信过我。在你眼里，我不过是可供利用的棋子罢了。我胡乱的想，我们算怎么回事？这偶尔的真心让我摇摆不定，痛苦不安。我在他和孩子之间，永远都只会坚定的选孩子，所以我看他喝下毒酒时，并不遗憾。可他也杀了我。王早就知道你这心是毒的，要死一起死，死了正好一起投胎。毒药很难受吗？
那大夫是个骗子，他说这毒不难受的。郑欢颜，你对我可真狠啊！你选的这毒好疼。李坤，我们一了百了，恩怨两清，下一世我们定要离对方远远的。他的爱意热烈疯狂，浓烈的让人无处躲避。我没有再来一次的勇气。或许有朝一日，我从上一世的怨念中脱离出来，才能毫无负担的面对他，但不是现在。想不明白的就不去想，我不能让上一世的噩梦延续到这一世。殿下，您还在想着郑姑娘说的那些话吗？她所言皆是实情，我细细思索许久，我满心欢喜爱慕殿下，却从未为殿下分担过半分难处，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味享受着殿下的偏爱。莹莹，殿下，我愿意从头学起，用心修习规矩事理，学着扛起东宫重担，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太子妃，不为迎合任何人，只为能够堂堂正正配得上殿下。孤意会收敛私心，潜心修身履职，当好一国储君。往后儿女情长，尽数往后安放。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位太常寺尹家大郎，我见过了，如何？他很好，他也信佛，我们聊了很久，那便再好不过了。那你的终生大事，如今可有打算？我暂时还没有成婚的想法，只想四处走走，自在度日。凡事走一步看一步便好。也好，只要你过得舒心快乐，便什么都好。对了，我早前置办了一处温泉庄子，打算入冬后便搬去那边小住几日。你可要同我一道前去？我就不去了。家中父母也十分满意太常寺卿家大郎，眼下正着手商议我们的婚事呢。若是定下了成婚的吉日，可一定要派人知晓我一声。这辈子挣脱了深宫纠葛，远离了权势纷争，终于能寻得这般一处清静地，安安稳稳过几天舒心日子了。姑娘，隔壁的庄子动工了，新主人得知姑娘在此小住，特意备了厚礼前来登门拜访。我买下这庄子时，特意问过隔壁庄子久空无人，怎么突然就被人买了？回姑娘，刚被人买下，今日才带人前来动工，眼下人已经在庄门外候着了。知道了，请客人进来吧，引至正厅等候。你跑来做什么？我来追你啊。你追得明白吗？不明白，但我觉得实践出真知，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只要你没赶我走，我就不走。你赶我走吗？赶你走。你这个人心可真狠啊！姐姐，我又回来了。滚！小姐，景王殿下送来一筐新鲜鲜果，说是特意送来给您尝尝。退回去。小姐，殿下又送来了兰花。退回去。小姐，退回去。我赏月。今晚没有月亮。那我赏你。我分不清这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两个人。殿下，郑姑娘她准备启程回京了。郑欢音，你要走了？殿下，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若不能从自己的困扰里走出来，你怎么做都是错的。郑观音，你若真的不喜欢我，
那我就再也不追你了。你等等我，3年为期。可后来我什么都没说，我不知道3年会发生什么，我不知我会不会在路上遇见别的心仪的小郎君，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释怀，更不知他会不会变。且行且看，若无缘，那就无缘。后来我决定四处游历，前世被困在宫墙之中，以为天就那么大了，原来天地如此辽阔。直到那天，李宽再次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我面前。你怎么了？茵茵，那多好疼！你比我早死1刻钟，我才活活疼死。我来晚了吗？不晚，来得刚刚好。看什么？看你，上辈子没看够。油嘴滑舌。我说真的，你都不知道，我死的时候最后悔的是什么？不是没有当上皇帝，不是没有留下子嗣，是没来得及告诉你。郑观音，我爱你，不是喜欢，是爱，从头到尾就你一个。我知道。前世，你恨我吗？恨过。我就知道。但也不全是恨。你教皇儿读书写字，你请名医治我的心疾，你克制自己不来打扰我，这些我都记得。可你是摄政王，我是太后，我们之间隔着太多东西。我有皇儿，我不能冒险。我明白。这一世不一样了，你为家，我为娶，没有皇位，没有皇儿，没有太后和摄政王的身份，只有你和我。那你打算怎么追我？你愿意让我追了？茵茵，前世有一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什么事？我第一次见你，不是在选妃宴上，是你12岁那年，跟着你母亲入宫参加中秋宴，你在御花园里迷了路，蹲在花丛边哭，我正好路过，给你指了路，你抬头看我，眼睛红红的，像只小兔子。你说谢谢哥哥。从那天起，我心里就住了一个人。后来你被指婚给太子，我恨不能去抢亲，可我那时候没本事，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你前世是真的喜欢我，不是因为想抢太子的东西。我承认，一开始我也问过自己，是不是因为嫉妒太子才对你上心？但我很快就知道了答案，不是。太子有的东西我从来不稀罕，只有你，我从第一眼就想要。你为什么不早说？早说了有用吗？你是太子妃，我是景王，说出去只会连累你。后来你做了太后，我成了摄政王，我以为终于有机会了，可你还是不愿意。我知道你恨我，可我没有别的办法，不靠近你，我连看你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可我选的毒，还是让你疼了。不疼。你明明说疼。临死前说的疼，不是身上的疼，是心疼。你到死都不信我爱你。我也不是只恨你，我也有过心软的时候，可我不敢。我知道，我都知道，这一世不用你扛了，我来扛。你记不记得，你前世说要死一起死，死了正好一起投胎。记得。我们真的回来了，你说这是不是说明？说明我们缘没尽。茵茵，这一世好好活，活到白发苍苍，儿孙满堂。